6月11日星期三，今天上午我刷微博看到有网友分享，肖战主演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获邀参加第29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这是韩国4大知名电影节之一。射雕在文化输出这一块还是太权威了，咱们的《藏海传》也很权威，《藏海传》都出现在国台办的记者发布会上了。央视还发博文通知，将于6月12日开《藏海传》研讨会，只有播得好，有社会影响力的剧会召开研讨会。之前我们梦中的那片海也开过，不过像《藏海传》这种刚播完没几天就开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应该是有关单位觉得特别成功，忍不住想分析成功秘诀。《藏海传》的剧粉小宝藏们都上报纸了，光明日报评《藏海传》，野生编剧们太出圈了，这就是中式留白的魅力啊！看《藏海传》，感觉生锈的脑子都转起来了。《藏海传》正片40集，编外100集，野生编剧们码字的速度太快了吧？《藏海传》才刚播完，衍生小说已经来了，才播出20几天，码了20几万字，耕田的牛吗？而且阅读人数都是几千上万。还有网友表示，看到有一篇写《藏海传》番外的，阅读人数6万多。《藏海传》播出22天。央八成网连续16天破3，单日最高3.7落在5月27日。从业内分享的这张图，第一天才0.92。藏海传一路爬上来也太励志了。藏海传也是央八古装剧近5年第一，名不虚传。今天也是藏海传优酷 VIP 大结局，冬夏女王庄大、石雷和冬夏小女王都出发收官小作文了。这部剧因为肖战演技压得住，所以真的全员美美上桌，不存在什么配角掀桌的情况，非常和谐。每一个配角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据这些演员自己说，已经被有很多剧组来找他们合作了。八公子和石磊在小作文里也都提到了肖战相关。有网友说，之前就说过央八观众对古装剧是真的不感兴趣，此话真不是瞎说。《藏海传》播完后，接档的是另一部古装剧，而且主演还是大头和小岳岳，结果播出4天了，走势是一路下跌，感觉再播几天要跌破1了。由此可见，《藏海传》真的是好剧，我们肖战的观众缘也棒棒的。而且6套这几天都不放打鬼子，5套也没什么收视率高的比赛，我们藏海当时可是大风大浪里闯出来的，更牛了。肖战对于藏海这个角色的成功塑造，不仅得了民心，令下沈市场交口称赞，同时还给了臣心，臣服的臣，令业内同行刮目相看。当他拿到一个角色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我想怎么去演，而是会站在角色的立场，努力还原人物本来的模样，同时从观众的角度去审视和把关，让人物的还原过程以及最终呈现出来的模样更趋于合理化。这和郑晓龙导演关注人性、深挖人性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影视剧讲的就是人和人的故事，而故事是需要人物来支撑的，人物是否立得住是关键，而塑造人物靠的不仅仅是演员后天所赋予的表演技能的加持，更要看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是否精准到位。通常来说，演员手里拿到的剧本呈现的主要是整个故事情节，人物小传也只是对角色年龄、性别、身份、性格等方面笼统的概括。编剧不会为演员特意提供超出剧本故事范围以外的角色、详细的身世背景等信息资料，也不会为演员专门解释某场戏中人物特定行为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剧本里面每个场景中角色具体的情绪描述，落在文字上最多也就是他哭了或笑了，他很高兴或他很愤怒。至于说他是怎么哭、怎么笑，又是怎么高兴、怎么愤怒的，全靠演员自己去揣摩并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编剧写的剧本和我们最终看到的影像成品之间，差的就是导演和演员的2次创作。之所以肖战塑造的角色总是那样的鲜活自然打动人，就是因为他每次在现场拍摄之前都早已完成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他会从角色出发，另行撰写详尽的人物小传，自己去补足剧本以外人物的成长经历，认真揣摩人物在各个成长阶段的心理发展变化，摸清人物的心理动因，捋顺人物言行举动的内在逻辑，再站在观众的角度，不断质疑反向打磨，使剧情和人物不断合理化，用最自然最直观的生理反应
去细化人物在每一场戏中深层次的情绪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与肖战合作过的导演和编剧都非常接受并认可他对剧本提出的修改意见，因为他追求的从来不是要把自己的脸拍得更好看，更不是为了所谓的高光时刻而强加高光片段。他对于剧本的精益求精，只是为了让故事更好看，让情节逻辑更顺畅，让角色更立体饱满，让人物更落地，让观众更信服。作为一位当红大明星，肖战能摒弃一切私欲，超越演员的本我意识，而始终将角色的真实还原度和观众的审美接受度放在首位，在塑造人物时真正做到演员加角色加观众三位一体。也难怪他拍一部爆一部，演一次就收获一个人生角色呢。就在大家热议肖战热播剧《藏海传》的时候，代言商务领域也传来了消息。原来网上有媒体报道出了一则关于 vivo 员工内部聊天记录，有人吐槽自己一堆体验官奈何都不如别加一个代言人。这里所说的就是荣耀400代言人肖战。目前这则聊天记录真假有待商榷，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肖战的带货能力很强，是值得信赖的优质偶像。原来网上有媒体曝光了一段关于 vivo 员工的内部聊天记录，大致意思是说自家一堆体验官都比不过对方一个代言人。顾名思义，说的就是荣耀400系列代言人肖战了，足见竞争力很强。当然，这里曝光的聊天记录是真是假并不清楚，也有可能是断章取义。但是有一点基本上无可非议，肖战是一位带货能力很强的顶流巨星，大家都非常相信肖战。作为粉丝，大家看到所谓的 vivo 员工内部聊天记录后，大家的态度非常明确，也很理性，就是做到专注自家，专注于肖战的代言品牌。肖战的选择自然就是大家考虑的重要对象。至于最终是否选择，还要看品牌的性能、品质以及个人兴趣爱好。肖战为大家提供了参考。总之就是一句话，竞争无处不在，只要品质有保障，都有属于自己的市场。肖战只是起到了推荐的作用，更不用说肖战的演艺事业非常红火，《藏海传》、谍报上部封顶，梦中的那片海等多部好作品，都陆陆续续和观众朋友们见面，支持肖战的代言品牌，专注自家。最后，汪海林最近又在废了，有网友说，老狗汪汪，小鸡咯咯哒，闻着狗叫去捧场的，几乎都是酸鸡。凡一而再再而三踩《藏海传》的翻开主页一看，几乎都是鸡粉。《藏海传》的热播可是让他们破大防了，眼看着自家36岁老宝宝，一年不如一年，急得了失心疯，爆剧在手，笑看酸鸡疯狗。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是。